从2002年到2022年，中国的军事实力究竟提升到了一个怎样的高度？军事实力的提升又给了中国在外交战略上怎样的变化？不久前，知名军事网站全球火力更新了一份2022年全球军事排行榜。在这份排行榜中，前3依旧是美国、俄罗斯与中国。不过，从火力指数来看，中国已经与俄罗斯相当接近，并且也已经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。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军队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果。那么，中国军事实力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呢？我们可以与20年前进行一个对比。在2000年后，美国国防部每年都会发布一份中国军力报告，以大致分析当年中国军事力量的情况。我们可以把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02年中国军力报告与全球火力发布的2022年中国军事力量进行一个纵向比较。在2002年的时候，中国军事建设开始向科学化进行摸索。当年中国国防开支预算为1660亿元人民币，对比当时的汇率约合200亿美元。而2022年，中国国防预算突破1.35万亿，超过2000亿美元。更多的军费投入，使得中国军事力量在短短10几年内迅速崛起。另外，中国也在很长时间进行军事改革，以适应现代化发展。其中比较显著的例子便是师改旅以及军区改革。2002年，中国正规军人数大约在230万，2022年人数则为200万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军队从20年前的7大军区改革为5大军区，这些都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。那么在各军种之间又有怎样具体的变化呢？陆军与战略导弹部队方面，在2002年，解放军拥有4000多辆坦克，不过3代坦克96式数量仅为400辆，另外还有1000多辆装备105毫米炮的80式坦克，剩下的大多数还是升级版的59式坦克。此外，还有装甲车辆1万辆左右，火炮3000多座，导弹发射器1000多座，其中主要以东风15近程弹的导弹为主，另外还保留了一些东风4中程导弹。等到了2022年，解放军拥有坦克5250辆，装甲车35000辆，各式火炮5800多座，导弹发射器3160座。其中坦克是以99式和96式为主的3代坦克，数量超过4000辆。另外，中国的弹道导弹已经是以东风21D与东风26等中程导弹为主，而世界首款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也已经入列。空中力量方面，2002年解放军大约有1000多架战斗机，而除了从俄罗斯进口的100余架苏27和苏30战斗机成为现有的亮点，解放军空军基本还是以歼七与歼轰七为主力，并且缺乏大型运输机与加油机，远程作战能力严重不足。另外，解放军还拥有军用直升机240架，其中武装直升机仅有20架，直升机也是那时候中国的一大短板。直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时候，中国还不得不向俄罗斯租借军用直升机来参与救援。不过，到了2022年，中国已经建成全球第2大空中力量，拥有固定翼飞机近2400架，其中1200架为战斗机。除了200多架歼七等2代战机外，空军主力已经由歼10、歼11、歼16为代表的先进3代战机担任。此外，4代隐身战斗机歼20同样进入量产阶段。南华早报爆出，在2021年时，歼20的数量已经突破150架，并且在2022年有望突破200架。届时，歼20将超越 F-22，成为数量规模仅次于 F-35的全球第2代隐身战斗机。另外，中国直升机在这20年也有大跨步发展。2022年，中国军用直升机数量达到900架，其中武装直升机突破280架。而且，解放军的武装直升机已经从陆航编队开始向海航编队跨越。海上力量方面，2002年，解放军大约有600艘军用舰艇，绝大多数都是不足1000吨的巡逻舰，驱护舰大约在50艘左右，以2000吨到4000吨的051型驱逐舰与053型护卫舰等老式军舰为主。另有2艘052型驱逐舰已经服役，但未完全形成战斗力。为了填补海上战力的巨大空缺，中国还向俄罗斯进口了4艘现代级驱逐舰。另外，潜艇数量大约50艘，但只有6艘老式核潜艇。至于航空母舰，1艘都没有。至于两栖作战方面，20年前，解放军两栖作战力严重不足，只有10几艘072型登陆舰作为专业两栖战舰，其余的大量两栖舰都是民用船只进行改造的。2022年，解放军军用舰艇总数达到770艘，其中驱护舰达到120艘，而万吨大驱055型驱逐舰以及中华神盾052C 型驱逐舰
加上054A 型护卫舰，构成如今中国主力舰艇。另外，目前中国已经服役了2艘航空母舰，并且会在2022年下水第3艘航母。至于水下力量，据估算，中国的潜艇数量达到了100艘。新一代093型、094型核潜艇已经入役，核潜艇数量预计为20艘。另外，中国的海岸警卫队的战舰数量也是全球最多。至于两栖战力，这20年更是得到了大幅度加强。为了继续保持18艘072型登陆舰，排水量达到2000吨的071型船坞登陆舰也陆续服役8艘，并且在2021年还有2艘4000吨级的075型两栖攻击舰服役。预计2022年还将服役1艘075舰。从目前的情形来看，解放军无论是水面战力还是两栖战力，都是仅次于美国的存在。而美国也承认，今天中国的造船效率已经远远甩开美国。从2015年开始，中国连续7年成为下水军舰吨位最多的国家。从2002年到2022年，这跨越20年的数据来看，中国军力的确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。而从全球的角度来看，虽然中美之间依旧有差距，但不可否认，中国用20年大大缩短了与美国在军事上的差距，以至于美国过去曾对中国军事力量不屑一顾，但如今却不得不重视，甚至是提防。而军事实力的提升带来的便是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。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中国领导人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，即在国际外交场合上要有意收敛锋芒，低调处事，避免成为众矢之的。当时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国力还不强大，在国际上发言分量有限，因此要韬光养晦的干些年，才能真正的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。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分量就会不同，因此多年来，中国在外交场合总被人视为不会唱反调的老好人。然而近年来，中国在外交形象上突然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简单来说，中国人开始在国际外交场合上唱反调了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正式场合调侃西方国家，已经成为一种正常现象，惹得还不适应这种变化的西方频频高喊战狼外交。很显然，中国人已不再是老好人，这种形象的改变无疑是国力提升的表现，而军事力量增强也让解放军更加敢于亮剑。1996年，解放军望着台湾海峡中的美军航母，只能无奈地叹气。2016年，解放军剑指南海，竟让美军2支航母战斗群悻悻离去。2021年，阿拉斯加中美对话上，面对美国人的傲慢，中国代表团指着美国代表喊出：“你们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。”2022年，新的一年到来，中美之间的博弈无疑将更加激烈。但中国已经有实力与底气，让美国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战斗民族。这也是20年来中国军力的提升带来的显著变化。